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？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他就是对你不友好。你越客气，他越刻薄；你越退让，他越挑刺儿。然后你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？你先别急着自责，答案可能跟你没关系。我告诉你一个残酷但可能让你松一口气的真相，他可能恨的根本不是你，他是在恨一个他不敢恨的人，于是那份恨搬到了你身上，这叫一致的恨 displaced hatred。 它是很多人长期内耗、关系反复崩、情绪一触即燃的隐形原因。你听到这里，脑子里是不是已经浮现出那个人了？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你也许见过这种婆婆，她对儿媳特别苛刻，最要命的是你怎么做都不对，你越懂事她越觉得你应该。你以为她在挑你，但很多时候她真正恨的根本不是你，她恨的是儿子长大了，不再只属于她。她在婚姻里没有被看见，却看见儿子把温柔给了你，但她不敢恨儿子，恨儿子太痛也太矛盾，所以大脑就做了一件聪明但残忍的事，把那份恨搬走，于是就搬到了你身上。所以你感受到的不是建议，是找茬；不是沟通，是情绪出口。这也是为什么你越解释它越来劲儿，因为你根本不是问题的本体。一致的恨最常发生在一种关系里，你对那个人又爱又恨，但你不允许自己恨他。你明明很委屈、很失望、很生气，但你却把它压下去。可情绪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出口。出口通常是更弱的、更安全的、最不会反击的人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反常的画面，对真正伤你的人，你反而温柔理解，替他找理由；对最无辜的人，你却越来越苛刻、挑剔、发泄。如果你听到这句话觉得很刺耳，别躲，它可能正是你关系里最关键的真相。同样的事也常发生在职场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？你刚来，他就看你不顺眼，你越配合，他越挑刺儿，你越解释，他越烦。很多时候，他讨厌的不是你，他讨厌的是老板的压榨、规则的不公、资源的倾斜和自己的无力。可他不敢恨老板，因为代价太大，于是就把恨搬家落到你身上。因为你安全，你新来的，你好欺负，所以你想靠更善良、更努力去感化他，往往没用。你以为你在修关系，其实你在填一个不是你挖的坑。这句话你记住，别去讨好，去修复别人的情绪债。怎么判断你是不是成了出口？看3个信号。第一个信号，你怎么做都不对，你越努力他越不满意，这通常说明你不是问题的本体，你是出口。第2个信号，反应强到不合理，一件小事儿怒气像炸弹，炸的不是现在，是旧账。第3个信号，背后有一个不能恨的人，他的委屈、愤怒、无力真正指向的可能是伴侣、父母、老板或权威，他不敢碰，于是你被推上去当替身。如果你在这3个信号中中了2个，你就该停止自我检讨了。但如果你时常陷入脾气暴躁、对他人莫名发火的状态，首先要问的一句话是：你不被允许生气的那个人是谁？注意，不是你最讨厌的人，而是你最不敢承认失望的人。很多女性压抑的怒气指向3个地方：
丈夫，你不敢承认我对你很失望；母亲，你不敢承认当年你为什么没保护好我；你自己，你受够了那个一直撑着、一直懂事儿、一直不敢倒下的自己。所以你会出现一种典型的状态，对外人很客气、很体面，但对亲近的人却很容易爆。你以为是你脾气差，但很多时候你是把不能恨的恨转移给了更安全的人。你不需要变更好，你只需要把火放回到正确的位置。最后送你一句祝福：当你被莫名其妙针对时，记得先分清那是不是你的错。当你忍到爆炸，把火撒向最亲近的人时，也请你停一下，那是不是你的痛？愿你越来越有力量，不替别人背情绪，也不把自己的伤传下去。我们下次见。